上集说到，灵动在涅槃焚天阵中，凭借着神秘石符的力量，侥幸将涅槃魔岩封印，化为为基，甚至找到了穿越火海的捷径。然而，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顺利渡过难关之时，前方的火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，一道黑影脚踏虚空，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。灵动，你真的以为有了涅槃魔岩，就能在这涅槃焚天阵中横行无忌吗？那黑影的声音冰冷而低沉，仿佛来自地狱的低语，让灵动的心中不禁一震。灵动被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后，赶紧用涅槃魔岩把自己藏起来。他偷偷往那片真空地带看，才发现那里有2个人，第2个家伙藏得可真深，灵动一开始都没发现。他心里想着，这2人什么来头？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危险气息比柳白他们还强。小雕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说那2人的气息有点怪。灵动问他什么意思，小雕也说不清楚，只是觉得和远古战场里的人不一样。灵动心里一惊，难道这2人不是东玄玉的人？但他又觉得不可能，这片战场被东玄玉的超级宗派掌控着，外人根本进不来。他觉得这2人虽然厉害，但也不可能瞒过那些超级宗派的人。就在这时，那2人开始说话了，声音很小，但灵动还是听到了一句：这片空间东玄玉也拥有得够久了。这句话让灵动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撞上了不得了的秘密。东玄玉在他眼里是庞然大物，竟然有人想从东玄玉手里抢夺空间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灵动赶紧掉头就走，但就在他转身的时候被发现了。一声喝问传来，灵动冷汗直流，撒腿就跑，速度施展到极致。后面火海被撕裂，一股可怕的力量追了过来。灵动知道，如果被那2人追上，今天肯定凶多吉少。小妍在一旁急得双眼赤红，想冲上去。灵动赶紧阻止他，别冲动。他知道那2人绝非简单角色。眼看那股力量就要追上，灵动一把抓住小妍，拿出远古秘药，带着他遁入了秘药空间。秘药空间里，灵动紧张的大气不敢喘，感觉外面有东西在扫描。好在最后没啥事，灵动才松了口气。而那2个神秘人出来找了一会儿，没发现什么，就走了。不过没多久，他们又折返回来，最后还是没找到什么，只能死心离开。灵动和小妍从秘药空间出来，小雕也出来了，笑着说：那些家伙应该不是东玄玉的人，看来我们知道了点不该知道的事。灵动摇头说道：这种事还是少掺和。小雕却自信满满的说：等我拿到生死转轮丹，恢复实力，就没人敢动你了。灵动懒得理他，带着小妍继续赶路，朝着远古秘藏的最深处进发。灵动这次没有再和火海融合，而是用普通方式赶路，用精神力抵御火浪。大约10几分钟后，他感觉温度逐渐降低，火海的赤红也慢慢消散。当他踏出火海，看到眼前壮观古老的景象时，他知道自己顺利通过了涅槃焚天阵，来到了远古秘藏的最深处。灵动眼前是一片暗灰色的广阔空间，天空中漂浮着一座座相连的岛屿，看起来就像一片悬浮的陆地。这里和外面破碎的空间不一样，空间很稳定，没有裂缝，显然受到了特殊保护，保存得很完整。这片空间里时不时能看到一些人影，都是先一步到达的强者，个个都是西北地狱的佼佼者。毕竟普通人甚至涅槃境强者想通过涅槃焚天阵都很危险，更别提遇到涅槃魔岩那种可怕的东西了。能来到这里的都不是一隅之辈。灵动刚冲出涅槃焚天阵，后面也陆续有人出来，他们看了灵动一眼，警惕了一下，就朝着远处的悬空岛屿飞去。灵动搓了搓手，眼睛盯着那些岛屿，说道：这里应该就是远古秘藏的深处了，走吧，我们也去寻宝。小妍也笑了，点点头，2人一起朝着岛屿飞去。飞的时候，灵动告诉小妍，这天罡联盟的真正掌控者是4大玄宗，下面还有16大护法宗派，乾云宗只是护法宗派里靠后的，遗迹在外面就能碰到，而排名前5的护法宗派遗迹都在秘藏深处，传承虽然不如4大玄宗，但也厉害得很，肯定有很多人感兴趣。小妍问道：那我们不直接去4大玄宗传承之地？灵动说：哪有那么容易，要等5大护法宗派遗迹开启后，4大玄宗的传承才会启动。灵动指着南方说道：我猜那个方向有一座宗派遗迹，叫8极宗，排名第2，底蕴很强，我们先去那里看看。小妍跟着灵动，2人朝着那个方向飞去。8极宗遗迹是个重量级的地方，比之前遇到的乾云宗强多了。排名第1的护法宗派是第5宗，当年很厉害，仅次于4大玄宗。不过灵动没找到第5宗的位置，还不如先去8极宗碰碰运气。2人有目标，中途也没停留。大约半小时后，他们飞过无数悬空岛屿，终于看到了远处的一座奇特岛屿。那座岛像一个巨大的广场，中间有一片巨石殿宇，散发着古老沧桑的气息。广场上还有不少石柱，上面有掌印和拳印，看起来像是练武场。灵动和小妍靠近巨石殿宇，发现周围已经有不少人了，他们直接落在一根石柱上，引来不少目光。有人窃窃私语，这就是打败魔岩王朝石坤的灵动吧？挺厉害的，出身低级王朝，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。
灵动听到这些话有点意外，原来他打败石坤的消息传得这么快。这里的强者知道他来自大炎王朝，但并没有轻视他，因为在这里实力才是最重要的。灵动心里清楚，百朝大战里光靠出身是没用的，没真本事谁都不会给你好脸色。超级宗派才不管你来自低级王朝还是高级王朝，他们要的是天赋。他扫了一眼这片巨石殿宇，发现这里有3拨人马最显眼。这3拨人前面都站着一个2元涅槃境的强者，这些人高傲得很，连看都没多看灵动一眼。灵动心里明白，他们确实有高傲的资本，实力比石坤强多了。小妍突然疑惑地说，这8级宗遗迹怎么没有能量罩？灵动也愣了一下，才发现这里确实没有能量罩，遗迹就这么暴露在大家面前，感觉怪怪的。周围很多人也和他们一样，看着这奇怪的局面，拿不定主意。那3拨人马的强者互相看了一眼，似乎有点不耐烦了，准备动手。灵动没说话，心里却在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突然，小雕的声音在灵动心里响起，这广场下面有东西。灵动眼神一眯，盯着广场地面，心里问道，什么东西？小雕说，不太清楚，波动有点古怪，你小心点，这种地方不可能没防护。灵动点点头，运转元力，精神力也悄悄散开，随时准备出手。小妍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身体微微前倾，随时准备战斗。那3拨人马终于忍不住了，3名2元涅槃境强者率先冲向巨石殿宇。可就在他们冲进100丈范围的一瞬间，灵动察觉到广场下面传来一股波动，紧接着大地崩裂，一条灰白色的巨影从地底爆裂而出，瞬间轰向那3名强者。3名强者被打得倒飞出去，落地时脚掌在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。他们震惊地看着巨石殿宇前裂开的地面，灰尘中一道庞大的影子缓缓出现，带着一种洪荒般的压迫感。这是灵动眼瞳一缩，洪荒魔龙犬。小雕的声音凝重地响起。巨石广场崩裂，灰尘弥漫中，一头庞大的洪荒魔龙犬从地底爬了出来，带着远古的暴力和威压。灵动听到小雕说这是洪荒魔龙犬，脸色也变了。这种远古妖兽他听说过，虽然龙之血脉不纯，但凶悍程度远超其他龙血妖兽。眼前的魔龙犬虽然不知有多厉害，但从威压来看肯定不好惹。灰尘散去后，众人看清了这头数10丈大的巨兽，它全身灰白，有诡异纹路，身体像猎狗，脑袋却是狰狞的龙头。它四蹄踏在殿宇外，像守护兽一样散发着凶厉的气息。灵动注意到魔龙犬双眼空洞，没有灵动，还散发着死气。小雕解释说，这魔龙犬早死了，但还有一丝执念残存，是8级宗的护宗妖兽，守护着遗迹。虽然它很凶，但死后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。广场上其他强者也认出了魔龙犬，但有人觉得它只是死物，不足为虑。一名2元涅槃境强者提议大家一起出手解决它，开启8级宗遗迹。周围的人也跃跃欲试，因为8级宗遗迹对他们很有诱惑力。小雕告诉灵动，这魔龙犬的血脉对他很有用。灵动的天恶骨枪里有远古天恶残魂，需要用远古血脉唤醒。如果能得到魔龙犬的血脉和天灵古籍里的龙之血脉一起用，召唤出来的天恶残魂会更强大。灵动意识到，面对这么多强者，多一张底牌总是好的。3名2元涅槃境强者率先出手，其他人也跟着动手，场面瞬间变得激烈。灵动知道魔龙犬虽然凶悍，但已经死了，撑不了太久。3名强者虽然狡猾，但互相忌惮，战斗拖得有点久。不过最终魔龙犬还是撑不住了，身体倒地爆裂开来。就在魔龙犬倒地的瞬间，3名强者同时出手，试图抢夺他的骨骸。小雕让灵动也动手，灵动瞬间爆掠而出，速度比那3名强者还快。3名强者愣了一下，意识到灵动并不怕他们。灵动落在魔龙犬尸体上，3名强者也跟了过来，试图抢夺远古血脉。他们以为灵动只是1元涅槃境，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然而灵动却笑了笑，手掌贴在一根骨骼上，施展吞噬之力。下一刻，魔龙犬的骨骼中一丝丝黑线闪掠而出，迅速凝聚到灵动掌心。短短10几秒，灵动手中就凝聚出一个黑色的血团，散发着强大的能量波动。而3名强者手中只有拇指头大小的黑色血脉。看到这一幕，3人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极了。灵动掌心悬浮着一团黑色的血团，里面传来暴力的龙吟犬吠声，充满了沧桑和古老的味道。这正是魔龙犬的远古血脉。灵动几乎把魔龙犬骨骼里8、9成的血脉都抽出来了。他心里暗自兴奋，这血脉要是用来召唤远古天恶残魂，肯定能变得更强。那3名2元涅槃境强者看到灵动手里的大团远古血脉，再看看自己手里那丁点，心里肯定不平衡。他们忍不住冷喝道，灵动，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吧。周围的强者也纷纷把目光投过来，3大王朝的强者更是元力涌动，一副要动手的样子。小妍见状，立刻冲到魔龙犬尸体前，铁棍一剁，一股凶暴气息席卷开来，吓得3大王朝的强者面色一变。灵动把魔龙犬血脉收进乾坤袋，淡淡的说，3位，
这魔龙犬本来就是无主之物，谁有能力谁拿，这是规矩。三位不会想硬抢吧？那名身材瘦高的强者阴沉着脸说：“灵动，我知道你本事不小，但这魔龙犬是我们大家一起杀的，你把好处都拿走了，是不是有点过分？”另一个黄衣男子也说：“把血脉拿出来，分成4份，大家各拿1份，怎么样？”他这话听起来像是商量，但语气里透着一股命令的味道。灵动心里清楚，这3拨人马都不是好惹的。说话的瘦高男子叫宋端，来自大宋王朝，实力很强。黄衣男子叫穆沙，来自沙王朝，和大宋王朝不相上下。还有一个黑衣男子叫彭飞，也不简单。灵动瞥了他们一眼，淡淡的说：“这魔龙犬血脉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可不能拿出来分。”他心里清楚，自己现在实力大增，不怕他们，而且他也不相信这3人会为了这点血脉和他翻脸。听到灵动的回答，穆沙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似乎想动手，但最后还是忍住了。宋端和彭飞也沉默不语，他们本来就不是盟友，没必要为了这点血脉得罪灵动。周围的强者看到这一幕，都面面相觑。没想到这3位在西北地域赫赫有名的人物，竟然对灵动的霸道行径忍气吞声。看来这段时间关于灵动的传言是真的，他的实力已经不容小觑了。宋端3人咬了咬牙，狠狠地瞪了灵动一眼，直接冲进了巨石殿宇。其他人也反应过来，纷纷跟了进去。灵动站在魔龙犬尸体上，淡淡一笑，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好处。如果他还是刚进远古秘藏时的实力，恐怕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走吧，我们也进去看看8级宗到底有什么传承。灵动对着小妍招了招手，迅速冲进了巨石殿宇。殿宇里空荡荡的，就像迷宫一样。灵动和小妍沿着走廊一路找过去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，连涅槃丹都没有一颗。灵动忍不住问：“难道这里已经被别人搜刮过了？”小雕也觉得奇怪，被人搜刮也不会这么干净。难道8级宗根本就没留下什么宝贝？灵动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只能加快速度朝着主殿走去。10分钟后，他们来到了8级宗的主殿，发现这里已经有不少人了。宋端等人也在，但他们的脸色都很不好看。灵动扫了一眼，发现大家都一脸疑惑，显然都没找到什么宝贝。主殿里空空荡荡的，连一根毛都没有。该死的，这地方怎么什么都没有？难道被人捷足先登了？所以遗迹周围没有能量罩守护，被人捷足先登也不会这么干净。而且这里也不像被人闯进来过。众人窃窃私语，脸上满是迷茫。灵动皱了皱眉，这里确实很久没开启过了，那宝贝都去哪儿了？他突然抬头看向主殿中央的一座石墩，这座石墩并不高大，但有一种稳如泰山的感觉。石墩上有3个印记：掌印、拳印和一个黑色的指洞。灵动的目光紧紧盯着这些印记，隐隐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波动。主殿里的人也注意到了灵动的动作，宋端3人最先冲过来，目光也落在石墩的印记上。穆沙忍不住伸手去摸掌印，下一秒他脸色瞬间变得血红，身体倒飞出去，重重撞在墙上，吐出一口鲜血，眼中满是惊骇。主殿里的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原本靠近石墩的人都吓得退开了。灵动眼神凝重，清楚地感应到一股狂暴的拳意从掌印中散发出来，让他头皮发麻。这一刻，灵动终于明白为什么遗迹里什么都没有了，真正的传承原来在这里。大殿里，所有人都被那古老的石墩吸引住了，尤其是石墩上的3个印痕。宋端和彭飞也被石墩中散发出的刚猛拳意震撼到。灵动心里清楚，8级宗的传承肯定就在这个石墩里，但那种拳意太可怕了。被弹飞的穆沙又冲过来，脸色铁青，盯着石墩，恨不得一拳把它轰碎。但他很快冷静下来，意识到石墩不是普通东西，不能再莽撞了。他明白石墩才是8级宗遗迹里最宝贵的东西，这让他稍微安心了一些。主殿里众人都盯着石墩，但没人敢轻易出手。一方面是因为穆沙的前车之鉴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人多眼杂，谁也不敢轻易获得传承，不然可能会惹麻烦。宋端打破沉默说：“我们来这里都是为了8级宗的传承，看样子传承就在石墩里。我们不是霸道的人，既然大家一起来了，都有机会，我们就各凭本事吧，谁能得到传承就看各自的机缘和能力了。”这话听起来很公平，但一些人还是听出了端倪。石墩里的权益很狂暴，连2元涅槃境的穆沙都应付不了，其他人更难。这种说法对宋端他们这种强者更有利。不过大家也没办法，这个世界实力为尊。穆沙和彭飞对宋端的建议很赞成，灵动只是瞥了他们一眼，没反对。宋端说：“接下来谁有兴趣就请动手吧。”他自己却退后一步，不想第一个出手，担心重蹈穆沙的覆辙。其他人也担心，主殿里变得寂静起来，没人赶上。但这种情况没持续太久，一个1元涅槃境的强者忍不住走出，小心翼翼地来到石墩前。他吸取了穆沙的教训，全身元力爆发，包裹住身体，然后伸手去摸石墩上的指洞。主殿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盯着他的手。他也很紧张，额头冒汗。他的手终于碰到石墩，
但这次没有惊人的变化。灵动却突然一脚把他踹飞。你！那家伙被踹飞，刚想发怒，就看到一道毫芒从指洞掠出，在他刚才站的地方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。他吓出一身冷汗，感激地看了灵动一眼，灵动却没理会他，只是盯着石墩，心里暗道：这东西果然不简单。宋端三人也盯着地上的黑洞，脸色难看。有了刚才那一幕，原本跃跃欲试的人也都不敢动了。灵动却皱着眉，缓缓走向石墩，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他，连宋端三人都紧张起来。灵动停下脚步，心神一动，元力在经脉中飞速流转。我倒要看看这石墩里的拳意有多厉害。他轻声自语，然后伸手去摸石墩上的掌印。啪的一声，灵动的手掌碰到掌印，面色瞬间凝重，一股雄健暴猛的拳意从石墩中席卷而出，瞬间涌入他的身体。他的衣袖瞬间被震成粉末，灵动眼神凝重，元力爆发，试图把拳意轰出体内。然而拳意仿佛凌驾于他的元力之上，瞬间就冲破了他的防御。灵动急忙催动精神力，但依然挡不住拳意。小雕突然喝道：灵动，用乾坤古阵融合之力，这拳意太狂暴，寻常之力挡不住。灵动眼神一凝，心神一动，元力、精神力和吞噬之力涌入乾坤古阵，一股灰黑色的融合之力暴涌而出，再度与拳意相撞。砰的一声，灵动的身体剧烈颤抖，但这次却没有崩溃。灰黑色的融合之力紧紧粘附在拳意上，减缓他的冲势，吞噬之力也开始蚕食拳意。主殿里，众人看到灵动面色瞬间苍白，都吓了一跳。宋端三人更是幸灾乐祸，但很快他们发现灵动体内散发出的狂暴拳意迅速减弱，三人的脸色瞬间变了。灵动竟然承受住了连他们都感到恐怖的拳意，难道他能得到宗派传承？三人目光闪烁，片刻后竟然也猛地踏出一步，手掌伸向石墩。